第166章考察。地底吹来的风带着渗人的凉意，克莱恩精神紧绷之中又有了几分解脱的感觉。终于来了，只要过了这一关，至少半年内我都不需要担心类似的事情了。一旦晋升序列8，成为所谓的小丑，我就能拥有真正的实战能力，加上占卜的辅助，扬言符咒的保底，即使遇上较大的危险，也有不小的希望扛过。为了等待盛唐的考察，我连正义小姐存入不记名账户的300磅都没有取出，免得被审计出经济问题，被定罪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在克莱恩各种想法难以遏制的闪现时，邓恩·史密斯理了下衬衣领口，嗓音低沉的说道：负责这次考察的是职业者9位高级执事之一的克雷斯泰·塞西玛。盛唐对你很重视，高级执事？克莱恩愕然脱口。13位大主教和9位高级执事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教会高层了。据说其中不乏高序列的强者。这22位先生和女士在地位层面是完全平等的，只遵循黑夜女神的神谕，只对教宗负责。邓恩吸了口地底的凉风，轻轻颔首道：是的，一位高级执事。不过你不用紧张，克雷斯泰只有序列5，还没有踏入半神半人的层次，不需要太害怕和畏惧。他在整个超凡世界的称号是女神之剑，因为得到了一件圣物的承认，战斗力不会比刚晋升的序列4差。我刚才已经和他聊过了，他的态度很和善。队长的潜台词是，他只说了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让我不用紧张，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问道：我该去哪里见这位高级执事？调配药水的炼金室。邓恩简单直接的回答道，脸上旋即闪过了一丝黯然。调配药水的炼金室，就是老尼尔调配占卜加魔药的那个实验室。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返回职业者娱乐室，从衣帽架上取下了自己的外套。他穿上那件黑色薄风衣，双手插入口袋，沿着蜿蜒深入地底的楼梯一阶阶往下，并于十字路口左拐。很快，克莱恩看见了一盏盏典雅煤气灯照耀下的暗门，看见里面的一张张长条桌被移了开来，空出中央部分，那里摆放着2张古典高背椅，它们相对而立，隔了不到1米。朝向门口的那张，此时正坐着一位穿黑色风衣、白色衬衫的30来岁男士。他金棕色的头发剃得很短，墨绿色的眼眸仿佛半夜无月的湖泊，衬衫和风衣的领口高高竖着，将整个下巴藏在了阴影里。你好，塞西玛阁下。克莱恩弯腰行了一礼。克雷斯泰·塞西玛右腿架在左腿之上，悠闲的后靠住椅背，微微一笑道：你好，克莱恩，你可以坐到那里。他指了指对面的高背椅，在他的脚边放着一个银白金属铸就的手提箱，大小长宽类似于小提琴的琴盒，这能装下一把不算太长的剑。克莱恩上前几步，坐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克雷斯泰屈起右手食指，抵住自己的鼻孔，沉吟了几秒道：我打算先测试你掌握魔药的程度，没有问题吧？没有。克莱恩信心十足的摇头，非常自信。克雷斯泰笑了一声，然后保持着刚才的姿态，就那样静静的注视对面。克莱恩忽然感觉周围的煤气灯光芒消失了，被浓郁的黑暗吞噬了，他一下变得非常疲惫，就像来到了生理中标记的睡眠时间。但是他的精神又高度紧绷，难以放松，和往常遭遇过的太累导致无法安然入睡的状况一样。安静的夜弥漫于四周，克莱恩听见了自来水龙头没有拧紧的滴答滴答声音，听见了黑金级安保公司内说话的声音，听见了风吹过楼梯口的动静。除此之外，他没看见任何不该看见的事物，没听到任何不该听到的声音。非常好。克雷斯泰磁性的嗓音驱散了黑暗，让炼金室内外的煤气灯光芒都重新呈现于克莱恩的眼中。克莱恩豁然从浓厚的疲惫里解脱，恢复了刚才的精神奕奕。不知不觉就影响到了我，这就是序列5的水准，这就是高级执事的恐怖。他略显后怕的回忆着刚才的事情。克雷斯泰·塞西玛双手交握着放到膝盖上，整个人往下缩了一点，使嘴唇都被高高竖着的领口挡住。你通过了测试，你对魔药的掌握达到了优秀水准以上的程度。接下来我要观察你的身心灵是否存在隐患，是否被魔药残余的精神不知不觉改变了性格，留下了问题。你有3分钟的时间调整自己的状态。克莱恩当即颔首道：好的。他暗自吸了口气，让自身缓缓进入冥想状态，并除掉了各种不好的念头。克雷斯泰没再开口，从黑色风衣内侧掏出了一块银色怀表，啪的按开，然后他专注的看着秒针哒哒哒走动。3分钟之后，
克雷斯泰啪嗒一声合拢怀表，语带笑意的说道：“我开始吟唱了。”吟唱。克莱恩露出疑惑的表情，不等他说话，克雷斯泰哼起了悠扬的旋律。这旋律回荡在炼金室内，逐渐失去了协调，不再符合音调。吱呀刺，克莱恩仿佛听见了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听见了塑料泡沫摩擦发出的声音，听见了电钻嘟嘟嘟的声音，听见了各种各样让他抓狂的噪音。这噪音越来越多，越来越混乱，使他的心里油然生出想要发泄、想要破坏的暴力欲望。但是经常接受疯狂抑郁和可怕嘶喊考验的克莱恩很快就抑制住了种种冲动，他也适当的表现出了些许焦躁、些许紧绷、些许烦乱和些许不安。太完美的状态反而是问题。不知什么时候，克雷斯泰塞西玛停止了吟唱，炼金室内的噪音随之消失，地底的安宁与寂静重又涌了进来。安静真好，克莱恩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一句。很好，非常好，你的身心灵都不存在隐患。当然，你想打我一顿，想塞住我的嘴巴，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克雷斯泰的嘴唇被高高竖着的领子挡住，让人只能从他的语调判断他的情绪。不，我不敢。克莱恩老实承认道。克雷斯泰笑了一声道：祝贺你，通过了所有测试。接下来是问答环节。他墨绿色的眼眸突然变得更加深沉，目光幽邃的似乎能看穿肉体，看到灵魂。您请问？克莱恩挺直腰背道。克雷斯泰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不变，状似随意的问道：你说是占卜俱乐部的经历让你快速掌握了魔药？是的，克莱恩非常坦然的回答，但没有去做更多的描述。克雷斯泰微微点头道：你说这是从窥密人格言和戴利的势力里得到的灵感？克莱恩先做肯定，接着话锋一转，详细解释道：我从一位窥密人队友那里知道，凡是遵守格言的窥密人，失控的概率都远低于正常值。之后，我听到了戴利女士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她要做真正的通灵者，而她是2年内晋升序列期的天才。结合这两面的情况，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去做一个真正的占卜家，并总结提炼占卜家守则。尝试的效果比我预想的好很多。我很快掌握住了魔药。塞西玛阁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当真正掌握魔药的时候，会出现特别的奇妙的感受。克莱恩描述着自己的体验，模糊不够清晰的阐述着扮演法。换作上辈子，在如此强大的职业者面前说这么多半真半假的话语，他肯定会紧张，会脸红。但自穿越到这个世界，他撒了太多的谎，早就习惯了类似的事情，发挥的毫无瑕疵。克雷斯泰墨绿色眼眸内的深沉消失，目光恢复了原本的模样，轻笑一声道：放心，这不是幻觉。从他的回答里，克莱恩并未察觉到怀疑与审视，心中悄然放松了一些。邓恩证实了你的经历，我想你确实是一位逻辑清晰、直觉敏锐的天才。克雷斯泰赞美了一句，转而问道：你是否有分享这些经验给你的队友？当然，克莱恩坦然承认道，我希望能帮助他们降低失控的概率。我们是队友，是要共同面对危险的同伴，我想不到任何理由隐瞒，也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告诉文职人员。克雷斯泰放下右腿，坐直身体，让较薄的嘴唇从竖直领口的阴影里显露了出来。他嘴角上翘道：虽然你加入职业者队伍还不到2个月，但我想你对同伴的认识要比很多人都强。我打算和你分享一些经验，但根据圣堂的规定，你必须向女神发誓，不能将我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没有问题吧？通过考察了。克莱恩心中一喜，毫不犹豫的点头。没有问题，虽然我因此不能再直接教导别人扮演法，但还可以通过正义小姐和倒吊人先生他们间接去做。第167章圣物。好的。克雷斯泰塞西玛点了下头，身体前倾少许道：那你就按着圣物启示说话的同时，他弯腰提起了脚边的银白色箱子。圣物就是那件让你被称为女神之剑的圣物。克莱恩颇感好奇地注视着面前高级执事的一举一动。克雷斯泰将箱子放到了膝上，墨绿的眼眸瞬间转为深黑。他右手抬起，往下一按，晴和般的银白箱子表面顿时有什么东西破碎瓦解，潮水般消退。几乎在同一秒钟，克莱恩感觉周围的灰芒全部被吸引了过去，吸引到了那个箱子里面。于是他看见炼金室内一片漆黑，除了金属栅格围出的典雅煤气灯本身，除了那个流转着银白光彩的箱子，
场景分外的诡异。啪！清脆的响声里，职业者核心9位高级执事之一的克雷斯泰·塞西玛打开了箱子，露出安放于里面的一把纯白色古剑。对，古剑。刚看到这把不到1米的短剑，克莱恩就直觉地认为它的主体材料是骨头。有煤气灯无声燃烧却漆黑无光的炼金室里，那把短剑静静散发着纯白的、润泽的辉芒，就像是深夜里高高悬挂慰藉着人心的月亮，就像是暴风雨里标示出方向的灯塔。它的表面看似纯净无瑕，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深处密布着层层叠叠的符号和标识，而这些神秘的花纹与剑身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克莱恩打量着这把圣剑，突然发现自己竟移不开眼睛了。他的视线被吸了进去，褐色的眼眸慢慢失去了光泽。这时，克雷斯泰往上动了下箱子，让纯白短剑离开了原本的位置。克莱恩一下清醒，终于从眼睁睁看着却无法躲避的噩梦里挣脱了出来。他将目光投向旁边，郑重问道：“阁下是需要我将手按在这把圣剑上吗？”“是的。”“你过来吧。”克雷斯泰的声音就如同在诵念枕边书，吟唱摇篮曲。克莱恩站起身，斜着眼睛，一小步一小步的移了过去。因为太过黑暗，他甚至看不到前方高级执事的腿脚和对方那双略显陈旧的皮靴。听克雷斯泰平静开口。克莱恩顿住脚步，立在原地，用眼角余光快速瞄了眼那把纯白古剑，然后又畏惧的移开。循着那短短1秒的记忆，他弯下腰背，伸出右手，准确的按在了圣剑之上。冰冷却不刺骨的感觉通过他的皮肤传入了他的大脑，让他心中的杂念和担忧的情绪瞬间被抚平，就像一下来到喧嚣后的乡村。坐至屋顶，闻着丰收的味道，静静仰望着黑夜，仰望着星空。你跟着我诵念。克雷斯泰沉声说道。好的。克莱恩点了下头。然后他就听见面前的高级执事改用赫密斯语道：“比星空更崇高，比永恒更久远的黑夜女神，我以我的真名和我的灵性向您发誓，我克莱恩从现在开始绝对不会向不知道扮演法的人透露相应的细节，如有违背，任由您惩罚，请您见证我的誓言。”克莱恩收敛住种种心思，跟着塞西玛高级执事用赫密斯语将誓言庄重诵念了一遍。隐隐约约间，他觉得自己和那把纯白古剑和无穷远处的某个存在建立了微妙隐晦的联系。收回右手，他在胸口画出绯红之月道：“赞美女神，赞美女神。”克雷斯泰露出微笑，跟随行礼。紧接着，他啪的合拢盖子，并让右手沉重而缓慢的按了上去。漆黑刹那被点亮，煤气灯的光芒又一次塞满了房间。克莱恩看到塞西玛高级执事染上了深黑色泽的眼眸也在同一时刻恢复了墨绿。他倒退着坐到自己那把高背椅上，微皱眉头，疑惑开口道：“扮演法。”克雷斯泰清了下喉咙，没直接回答问题，转而笑道：“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你可能会有些迷惑，会有点不解，但我不会给你解释为什么，因为这涉及教会的隐秘，等你成为大主教或者高级执事，你才有资格知道。”克莱恩望着对面高高竖起领子的塞西玛阁下，在心里抢答了一句：“等你成为大主教或者高级执事，成为教会的核心，你才被允许知道。”克雷斯泰强调了一句。克莱恩忙正经而严肃的点头认可。克雷斯泰将银白箱子重新放到脚边，翘起右腿道：“在漫长的历史里，教会一代又一代的非凡者天才，逐渐摸索出了最大程度规避失控的办法，而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魔药的名称，它不仅是关键，还是钥匙。”忘了克莱恩思索般的表情一眼，克雷斯泰继续说道：“我们发现魔药的名称都指向着某一类群体，而相应群体分别有着趋近的、独特的行为模式。简单来讲，就是魔药名称包含了一些特定的规则，不同的魔药名称包含不同的规则。当我们严格遵守自身魔药包含的那些规则时，失控的风险就会降到最低，类似于我的占卜家守则。”克莱恩抓住时机问了一句：“这还没有我给正义和倒吊人的解释通俗易懂。”与此同时，他在心里默默吐槽道：“是的。”克雷斯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们遵守相应行为规则的时候，看起来就变成了魔药名称描述的那类群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扮演魔药名称指向的职业。这就是扮演法。你要记住，每个人的灵性都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和服用了同样魔药的人相比，需要遵守的行为规则核心部分不会变，相应的边界却各有特点，不会类似。因此，
别人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这倒是我不知道我没发现的关键点。克莱恩真心诚意的开口道。谢谢您的提醒，我会记住的。克雷斯泰笑笑道。这都是一代又一代累积出来的经验，使用扮演法后，我们对魔药不仅仅是掌握，还是在消化，就像消化我们吃下的食物一样。当你真正消化掉魔药，消化掉残余的精神影响时，你就会获得独特的、奇妙的感受，明白吗？我明白了，消化这个词很贴切。克莱恩装出一副在思考的样子，等克雷斯泰又详细讲解了一阵，他斟酌着问道：塞西玛阁下，既然魔药的名称是关键，是钥匙，那最初的非凡者又是怎么得到他们的？我听说是亵渎石板记载的。是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克雷斯泰坦然回答道，但上面记载的都是古称。之后魔药名称的演化，有的来自神奇，有的来自非凡者本身的总结。克莱恩缓缓点头，抿了抿嘴道：塞西玛阁下，既然扮演法是如此的有效，为什么教会不告诉每一位职业者？我说过，这是教会的隐秘，等你成为大主教或高级执事，你就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克雷斯泰正色回答道。好了，你先返回楼上，通知别的职业者，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下来，我要进行考察的最后一步，这是要让弗莱他们也不能泄露扮演法。克莱恩若有所思起身，按照职业者间的礼仪告辞离开。他穿过走廊，沿着阶梯回到了黑金级安保公司，看见邓恩正在地底入口位置清秀烟斗，不知等待了多久，嘴角翘了一下。克莱恩主动说道：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塞西玛阁下让我通知弗莱他们挨个去谈话。这是最后一步了，这也说明前面没出现问题。邓恩收起烟斗，到职业者娱乐室将事情转述了一遍。目送弗莱和西家深入地底，克莱恩忽然想起一事，连忙说道：队长是不是还要把轮值查尼斯门的洛药、监控疯人院的伦纳德替换出来？对了，还有休假的科恩黎。邓恩怔了怔，捏了下额角道：我忘记了。他顿了顿，又低笑道：不过事情不会太复杂。高级执事亲自来考察的好处之一就是不用再拍电报给圣堂，不用再进行繁琐的文书往来，他现场就能给出结论，就能将小丑魔药的配方和主要材料给你，这倒不坏。克莱恩难以遏制的期待起将要发生的事情。1个半小时过去，在表情凝重中透着明显疑惑的科恩里走出炼金室后，克莱恩又被喊入了地底，再次直面高级执事雨神之剑克雷斯泰塞西玛。这一次，这位金棕头发墨绿眼眸的阁下没在坐着，而是站在那里，任由地底的凉意轻微吹动他的黑色风衣。克雷斯泰的2重领子都高高竖着，将他的下巴藏在了阴影里。他望着克莱恩，微微一笑道：职业者克莱恩，莫雷蒂我以女神的名义郑重告知你，你通过了圣堂的考察，祝贺你，以你的功勋，你现在就能获得晋升，成为序列8的非凡者。第168章小丑魔药。呼，终于通过了，这就通过了。听到克雷斯泰塞西玛的宣告，早有心理准备的克莱恩先是松了口气，接着略显迷茫，感觉这不够真实，像是一场梦境。在他预计里，考察应该会更困难更漫长，但仔细想一想，又觉得如今的状态才是本该呈现的样子。如果他不是1个月就消化掉占卜加魔药，并谋求晋升，而是按部就班的等到3年之后，考察甚至可能不会惊动圣堂，仅由廷根市职业者小队队长负责。我还以为会有调查家庭情况、人际关系的环节。也许塞西玛阁下前2天就抵达了廷根，暗中完成了这个步骤。我还以为考察会包括指定任务的完成。呵，这真是我想多了。考察的目的仅仅是确认我消化魔药的程度，以及是否存在隐患，有没有清晰认识到扮演法，有没有分享经验给其他人。一个个想法在克莱恩脑海闪过，让他露出了由衷的笑容。感谢您，塞西玛阁下，赞美女神。克雷斯泰轻轻颔首道：晋升是为了更好的为女神效劳，更好的守护善良的信众，你要记住这一点，相信我，它同样能帮助你抵抗失控的诱惑。记住，是诱惑，诱惑。克莱恩咀嚼起这个单词，克雷斯泰用墨绿色的眼眸打量着他，非常严肃地说道：扮演法能帮助你消化魔药，降低失控的风险，但它不是万能的良药，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让你混淆扮演的角色和自我的存在。你知道的，这样的歌剧和戏剧演员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真正的疯掉。记住，你只是在扮演，
这是白银城总结出来的唯一注意事项，和塞西玛执事的描述基本一致。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表示认同对方的观点。另外，克雷斯泰又强调了一句，失控不仅与魔药有关，还和你本身的情绪状态、心理健康有密切联系。非凡者最重要的就是能控制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抵御那些邪神恶魔的诱惑，才能抵御嫉妒、贪婪等情绪和欲望的腐蚀。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要完全排除掉类似的情绪与欲望，这是人类甚至半神半人的存在都无法办到的事情。也许只有某些特别的序列才能达到那样的状态，是要将这些情绪和欲望保持在合理的程度内，不被他们控制，去做一些不理智不正常的事情。克莱恩忽然想到了老尼尔，忍不住开口反问道。克雷斯泰郑重点头，是的，回答完毕。他眼角绽放出几缕皱纹道，这就是我要叮嘱你的事情，接下来我会把小丑魔药的配方和相应的材料给你。他弯下腰，将银白箱子提到了长条桌上，然后转过身体，挪动几步，挡住了克莱恩的视线。等到周围的光芒再次诡异消失，立在纯粹黑暗里的克莱恩忽然明白，配方和材料都在那个装着圣物的箱子里，只不过自己的目光之前完全被纯白古剑吸引，根本没注意，或者说注意不到里面还有没有别的物品。过了几分钟，煤气灯的光芒重新照亮了炼金室，克雷斯泰提着箱子退开，让长条桌上摆放的东西呈现于了克莱恩的眼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根巴掌大小的灰色羊角，它仿佛由正常规模缩水而来，通体晶莹剔透，光彩流转，内部隐约有一层又一层的奇特花纹。羊角旁边是一朵蓝色的玫瑰，它的花瓣上有红色的纹路，彼此勾连起来，似乎画成了一张咧嘴大笑的人脸。哈哈哈，呜呜呜，哈哈哈，呜呜呜。克莱恩听到周围有虚幻的笑声与哭声交错，看见点点灰芒漂浮于半空。成年的霍纳奇斯灰山羊独角结晶，完整的人脸玫瑰，小丑魔药的主要材料齐了。他微不可见颔首，几步走到了那张长条桌前方。纯水80毫升，曼陀罗汁液5滴，黑边太阳花粉末7克，金斗篷草粉末10克，毒锦汁3滴。克莱恩看着摊开的羊皮纸，将上面书写的内容与本身记忆里的配方做了一个对比。确认无误后，他回想了一遍老尼尔当初的演示，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克莱恩收敛住情绪，借助炼金室内的装置蒸馏出了魔药需要的纯水。在魔药配方里，纯水只反复蒸馏过的水。然后他清洗黑色铁锅，将辅助材料依次放了进去，熟练的像是高中做化学实验最多的那回。由于还没有非凡材料的催化，他并未发现铁锅内的液体有明显改变，顶多能看见粉末杂质在里面悬浮。做完前提准备，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那2种主要材料，在心里由衷的庆幸道，不管霍纳奇斯灰山羊独角结晶还是人脸玫瑰，都没有定量的描述。也许成年的羊角结晶或者完整的人脸玫瑰，在量上面都与同类没有区别，刚好符合要求。在神秘非凡的世界里，这是绝对有可能出现的事情。这样一来，我就不需要担忧会放多了主材料。平稳了几秒，克莱恩拿起那朵人脸玫瑰，将它投入了铁锅。这朵诡异的鲜花刚一触碰到液体，立刻发出滋滋滋的声音，周围虚幻的笑声愈发尖锐。哈哈哈，哈哈哈！克莱恩没有耽搁，赶紧握住晶莹神秘的羊角，把它也丢进了铁锅。噗！让人头皮发麻的笑声陡然消失，漂浮于周围的点点灰芒急速收缩于了铁锅内。克莱恩低头看去，只见里面的液体染上了金、黄、红3色，它们彼此交错却异常沉静。咕噜咕噜，一个个气泡在液体内翻滚上涌，却无法窜出，只能黯然破碎。这样的景象让克莱恩想起了上辈子的雪碧，上辈子的气泡饮料们，感觉很好喝的样子。他的脑海里油然闪过了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想法。按捺住紧张、激动和期待的情绪，克莱恩借助装置将黑色铁锅内的液体转移到了一个玻璃瓶内。而让他感觉惊讶的是，魔药竟没有在铁锅内残余半点，不愧是能让人成就超凡的魔药。克莱恩抬起右手，凝望着掌中那杯好看的金黄红3色液体。旁边的克雷斯泰、塞西玛一直保持着安静，此时开口笑道，不用担心，至少我没看出来你调配魔药的过程有问题，我等待在这里就是为了处理你服食魔药后的一些意外状况。
你可以放心，只要问题不严重，我应该都能挽救的回来。克莱恩点了下头，却又将小丑魔药放回了长条桌上。他解下左边袖口内的银质链条，换作飞冠，用手持握，然后让黄水晶吊坠平稳的悬挂于魔药上方，只差一点就接触到液体。对于其他职业的非凡者来说，灵摆法只能占卜是合否。当然，在基本资料不够，强行使用排除法的时候，灵摆会停在那里，不做旋转，也就是所谓的占卜失败。而身为占卜家的克莱恩早就实验过了，他的灵摆法还能模糊的确定是合否的程度。眼眸转身，克莱恩默念道：这杯魔药有害，这杯魔药有害。7遍之后，他睁开半闭的眼睛，看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顺时针旋转，但幅度很小。顺时针表示肯定，也就是说这杯魔药有害；幅度很小，表示有害的程度低。魔药会带来失控，肯定存在坏处，程度低就证明魔药没有问题。克莱恩松了口气，将灵摆又缠到了自己左腕上，并用衣袖遮掩。这个时候，克雷斯泰忍不住叹了口气：你真是专业的占卜家，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但又不能太依赖他，觉得他是万能的。克莱恩低声回答了一句，重新端起了那杯小丑魔药。喝下它，我就能成为序列8的非凡者。念头一闪，克莱恩不再犹豫，上抬杯子，微扬脑袋，咕噜喝下了魔药。苦，好苦，一点也不好喝。他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外表好看，实际难吃，只感觉整个人的脸庞都皱了起来，想吐却吐不出去。紧接着，克莱恩发现自己的脸庞在长红，而身体其他部分也有类似的变化。他非常确信自己现在像个蒸熟的虾子，而精神却抽离了出去，变成一根根细针，融入一滴滴魔药，刺入了一个个细胞。那是一种不需要显微镜就能观察到细胞的感觉。克莱恩立在那里，看到入侵者进入了自己身体最细微的领域。这几秒钟里，他觉得自己是个机器人，正在接受零件与电路的改造。不知过了多久，他脑海里映照出了自己的身影，就像通过耳返听见了自己唱歌的声音一样。借助这种诡异的映照，克莱恩发现自己能精准地掌握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与此同时，他耳畔嗡嗡作响，听到四周又一次回荡起许久未曾出现的呓语和呐喊：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呼，克莱恩想象出层叠的光球，缓慢进入冥想状态，一点点摆脱着灵性少量外溢、略微不受控制的情况。这个时候，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晋升成功了，知道自己是序列8的小丑了。第169章，新的能力。等到克莱恩眼眸的颜色恢复正常，克雷斯泰、塞西玛笑笑道：你可以活动一下，适应身体的变化，找到小丑魔药带来的核心能力。克莱恩点了下头，想着或许需要高级执事的指导，所以也就没顾忌有外人在场，按照这段时日反复练习的内容，向前迈出一步，扭腰摆臂，扯肩挥臂，猛地就是一记直拳。啪！他听到了拳头破开气流的清脆响声，只觉前冲的力量完全超乎了自己的预计。这个瞬间，他就像坐在急刹的列车上，整个人豁然失去平衡，往前倾倒。糟糕，要留下和伦纳德一样的黑历史了。克莱恩念头一闪，已经做好了摔倒的准备，但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在这种状况下竟然还能有效控制肌肉、控制身体、控制重心，脊椎、肌腱、韧带等同时发力。他在刹那之间便调整了重心，以扭曲的姿态安稳站住。有所明悟的克莱恩又连续做了几组动作，确认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身体协调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没有特殊状况，几乎不会再明显失衡，感觉像是一个不倒翁，都可以去表演杂技了。行走在自来水管上也不是什么难事。不愧是小丑魔药，一个个想法闪现，克莱恩又实验了力量、敏捷和速度等提升的程度。不会比高文老师现在的状况差，等完全适应并进行了针对性的练习后，肯定还会有变强。而且以我目前对身体的控制能力，格斗技巧的掌握也将变得简单。克莱恩停下动作，若有所思的点头。在他原本的想法里，大概要半年才能勉强成为一位格斗好手，普通人定义里的格斗好手，但服食小丑魔药之后，他觉得也许1个月，甚至2-3周，自己就可以成为精通格斗的警察。这就是非凡者和普通人的区别。
不同非凡者的不同天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超越了人类层次。克雷斯泰安静地看着新进的小丑尝试各种动作，直到对方完全停顿下来，才轻轻颔首道：“果然是格斗领域的魔药。”不等克莱恩开口，他转而问道：“你刚才听见了什么声音？”我听见有谁在呢喃霍纳奇斯。克莱恩暂时隐瞒住了弗雷格拉这个单词，他打算先观察塞西玛高级执事的反应。如果对方愿意讲述霍纳奇斯山脉和夜之国相关的事情，那他就以又听见了不同内容为理由补充遗漏。克雷斯泰微不可见点了下头，略过这个话题，提醒道：“你要记住一点，同一个序列途径里，高序列强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对应的中低序列非凡者，其中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该条途径包含领域的半神。你听见的呓语或者嘶喊，也许就是他们故意传达的充满恶意的内容。如果这条序列还属于某个邪神，那就更需要警惕了。我刚才和邓恩聊过，你们小队最近失控的那位职业者就是类似的情况。老尼尔，隐秘贤者。”克莱恩神色一暗，郑重点头道：“塞西玛阁下，我会记住的。我不会被那些呓语和嘶喊诱惑，不会被他们污染。”与此同时，他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难道这就是教会只提供不眠者和收尸人途径，并隐瞒其他序列大部分情况的原因？毕竟前者属于黑夜女神，是自家人，而后者对应的死神已经陨落。之所以还能选择窥密人和占卜家，是因为这两种职业属于辅助，能有效弥补不眠者和收尸人途径在序列9和序列80的不足，且本身是起始，积累的影响不多。但这不能解释连魔药名称、相应特点，一旦遭遇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都近乎空缺的问题。这时，看见克雷斯泰、塞西玛提上箱子准备离开，克莱恩忙收敛思绪，用请教的态度问道：“塞西玛阁下，我想知道怎么扮演小丑，难道要去马戏团？”克雷斯泰理了下高高竖着的领子，低笑道：“按照当前哲学领域的说法，你这是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你必须明白，魔药名称代表的不仅仅是职业，还是一类人，有着共同特点的人。比如占卜家，我们可以换一种描述，窥视命运但又敬畏命运的人。当然，我刚才提过，服食了相同魔药的每个人总结出来的行为规则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同，你不能完全参照别人的经验，明白了吗？”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头道：“我大概明白了一些，只要能把握住精髓，生活中也能扮演小丑。理论上是这样。”克雷斯泰用词谨慎的回答。“我明白了。”克莱恩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道：“感谢您，塞西玛阁下，愿女神庇佑您。”小丑的精髓是什么呢？不考虑地球上各种延伸意义的小丑，只就当前世界来看，小丑是以荒诞方式娱乐他人的职业，比如搞笑的妆容、浮夸的动作、杂技般的表演。核心是荒诞方式还是娱乐他人，总感觉都不太对。难道要考虑以前的宫廷小丑？克莱恩默默想着，陷入了困惑。克雷斯泰看了他一眼，也在胸口点出绯红之月。他眼角笑纹轻微呈现的说道：“愿女神也庇佑你。”就在这时，克莱恩忽然有了一种直觉，近乎预感的直觉，那就是塞西玛高级执事接下来会迈左脚。然后他看见克雷斯泰提着银白箱子往炼金室门口迈出了左脚，一步两步三步，克莱恩目送对方走出暗门，消失于地底通道内。他先是发怔，旋即感受到强烈的欣喜。小丑魔药的非凡能力比他想象的更强，竟然可以依靠直觉预感出目标的下一步行动。这种能力再加上超强的协调性、出众的敏捷和速度，还算可以的力量，就等于所谓的技巧型格斗。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想着，这也算占卜家能力在序列8的一点体现，但还不够。这个途径确实应该是高序列之前每晋升一次就获得一种独特能力的那类，不过直觉的预感稍纵即逝，没办法每一次都把握住。当然这也足够强了，把握住一次就有很大可能反败为胜。对，等小丑魔药的负面影响降低到可以控制的阶段，我就得再次尝试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了。差点忘记这件事情。一定是队长感染了我。各种想法纷呈之间，克莱恩再次审视自己，探究小丑魔药是否有带来别的能力。根据职业者内部资料记载，如果魔药会让服食者掌握一定的法术，那该位序列者晋升后能隐约察觉到具体有哪些，就像被灌输了知识一样。可是我并没有，也就是说，小丑序列确实如同职业者内部资料的描述。
并不具备快速施法的能力。狡诈的意思是我现在能有效掌控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谎言更容易让人确信。克莱恩活动了下脖子，认真分析着自身的状况。此时，他不由想起了曾经遭遇过的那位燕尾服小丑，对方奇特而多样的法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密修会成员看来是序列7的非凡者，之所以做小丑打扮，纯粹是掩饰面容，免得之后被通缉。难怪他能和2位序列7、1位序列8周旋那么久。要不是他没解读出我未受影响，惨遭封印物2到49分控制，10个我都未必能解决他。当然，小丑也不是完全没有法术能力，还是有些类法术的。克莱恩侧身走到长条桌前，拿起了那张写着小丑配方的纸张，他眼眸变深，手腕一抖，将纸张丢了出去。啪！那柔软的纸张仿佛飞刀，扎入了炼金室的墙壁。以后可以常带一副塔罗牌在身上，又可以占卜，又可以当武器。克莱恩收回注意力，收拾起刚才调配魔药遗留的物品。处理完这些，收好残余的材料，并烧掉了魔药的配方后，他吐了口气，迈步离开炼金室，随手关闭了暗门。因为老尼尔的事情，他暂时还没有心情去尝试用荒诞的方式娱乐大家，打算等小丑魔药的轻微外溢现象被冥想降低之后再做。又会是全新的体验。不管怎么样，我不再是纯粹的辅助人员了。老尼尔过世，廷根市职业小队的成员里，能做辅助的只下剩我一个。圣堂应该会从其他地方给我们调来至少1位窥秘人或者占卜家。克莱恩沿着一盏盏典雅煤气灯照耀的幽深走廊，冷清的靠近楼梯，一层又一层的缓步回到黑金级安保公司。然后他看见了职业者娱乐室内的阳光，从凸度窗照进来的阳光，纯净而温暖的阳光。第170章，童少。克莱恩转向队长办公室，看见房门大开，邓恩·史密斯正后靠住椅背，轻嗅着烟斗，挥眸一扫，邓恩改变坐姿道：“你的状态很好，完全不像刚服食完魔药，这或许就是彻底消化后晋升的好处。”克莱恩随手关上房门，拉开椅子坐下。他和邓恩都知道扮演法，可以不受誓言的约束，正常的交流相关问题，但此时2人都默契的没有多提此事，一问一答后同时陷入了沉默。克莱恩想了下，开口问道：“塞西玛阁下离开了？”“是的，作为一位高级执事，他还有别的事情。”邓恩沉吟几秒道：“他带走了老尼尔遗留的那对红色眼珠。”克莱恩又诧异又茫然的反问道：“为什么？”邓恩端起咖啡，抿了一口，默然许久道：“我们不能欺骗自己，失控的队员其实已经变成了怪物，而我告诉过你，怪物死亡后会遗留一些富集超凡力量的事物，如果这些事物不可控，有各种问题，那就必须被封印。这就是封印物的来源之一。而职业者内部的规则是，失控队员遗留的物品异地保存，避免刺激到他的同伴。可以理解的规定。克莱恩略显沉重地点了下头。忽然，他敏锐地察觉到队长刚才遗漏掉了一种可能，于是疑惑问道：“如果怪物死亡后留下的富集超凡力量的事物可控呢？”邓恩望向他，灰色的眼眸幽邃的仿佛最宁静的夜晚。他叹息了一声道：“你不会想知道答案的。”克莱恩怔了一下，猛然领悟到某个可能。正常怪物会遗留非凡材料，被用来调制相应的魔药。那失控者变成的怪物呢？如果他们遗留的事物属于可控类型，是不是也会被当作非凡材料？想到这里，克莱恩突地涌起了强烈的恶心，忍不住侧头干呕了几下，视线都因此而变得模糊。这还真是让人浑身发冷的猜测啊，但非常有可能接近真实，接近答案。一刹那之间，他对为了抵御深渊，必须承受深渊的腐蚀，是守护者，也是一群时刻对抗着危险与疯狂的可怜虫等话语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会不会就是教会隐瞒扮演法的原因之一？一定程度的回收，但这会让高层本身也背离教会啊。克莱恩的心里清晰映照出了自己变幻的脸色。看到他的反应，邓恩忽然笑了笑，笑得灰眸内有些光芒在闪烁。你可以从好的方面去想，我们的同伴换了种方式陪伴我们，他们永远与我们同在。话音刚落，邓恩低下头，端起咖啡凑到了嘴边，又是10几秒的沉默。他向后微靠，抬起脑袋道：“而且你可以放心，只要还能搜集到正常来源的非凡材料，我们就不会去做你想的那件事情。好了，按照规定，刚晋升的你可以获得1天的休息。下午要不要去练习格斗？
由你自己决定，但必须找人告知高文。克莱恩轻轻点头，深吸了口气，挺直腰背道：队长，我已经结束了神秘学课程，我想将接下来的上午时光用来学习跟踪、监控等方面的技巧。他顿了顿，表情严肃的补充道：我想尽快履行职业者的责任。邓恩深深看了他一眼，感慨道：你比我想象的更加坚韧，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是，队长。克莱恩豁然起身，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离开黑金级安保公司后，克莱恩没直接回家休息，而是趁这个机会乘坐无轨公共马车前往了阿兹克教员的家。叮当叮当，清脆的铃铛声里，穿白衬衣黑马甲的阿兹克打开了大门。他马甲的扣子位置有一条金色的表链，斜斜挂在那里，连接着怀表。你不用工作。阿兹克看了眼天色，发现太阳还没攀爬到顶端，因为一些特殊状况被安排轮休。克莱恩略略解释道。阿兹克望了他一眼，仿佛看出了什么般，点了点头，让开了道路。进入门厅，克莱恩放好手杖，摘下帽子，跟着阿兹克一路来到他的起居室。起居室内布置着壁炉、摇椅、沙发和茶几。克莱恩熟忍的坐到了常坐的那个位置。对面的阿兹克笑着指了指茶几上的雪茄道：要来一根吗？不。克莱恩坚决摇头。阿兹克没再劝他，自顾自划燃火柴，拿起一根雪茄预热，同时随口问道：莫尔斯小镇的事情处理好了吗？这必须得感谢您。克莱恩诚恳的说道。与此同时，他在心里默默吐槽了一句：阿兹克先生，在失去记忆之前，你肯定给自己留下了不菲的财富，否则一位连副教授都不是的教员，哪能经常享受雪茄？趁对方专注于摆弄雪茄的机会，他主动说道：阿兹克先生，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您。什么事情？阿兹克没有抬头的问道。克莱恩缓了一下，组织着语言道：我一位同事失控了，变成了怪物，我想知道他的灵魂是否也受到了污染。他不清楚阿兹克先生是否理解失控的含义，所以准备好了相应的解释和描述，就等对方发问。阿兹克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脑袋望向克莱恩，凝重点头道：这是毫无疑问的，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要仔细辨别，如果他失控的直接因素是邪神或者恶魔的引诱，那就尽量避免通灵，这很可能给你带来致命的危险。我明白了。克莱恩有些失落的吐了口气。在老尼尔家的时候，他情绪不够稳定，忘记了通灵，而邓恩、史密斯也没有提醒他，以至于完全错过了时机。如今想来，队长不是忘了，而是故意没提。克莱恩若有所思的默然了几秒，他没再纠结此事，转而提及之前的遭遇。阿兹克先生，我在莫尔斯小镇尝试着占卜了一下闹鬼事件的源头，看见了一座倒立着往地下延伸的金字塔陵寝。我的同伴告诉我，这是死神的象征，是他的后裔才能得到的荣耀。阿兹克刚放下火柴，拿起雪茄剪，忽地愣在那里，好半天没有动作。他向后坐了坐，靠住沙发背部，表情异常的沉凝。过了一阵，他略显低沉的开口道：这给我熟悉的感觉，但并没有让我想起更多的事情，很遗憾。克莱恩真心诚意的感叹道。他还以为能借助那次占卜获得的启示，更进一步唤醒阿兹克先生的记忆。阿兹克剪开雪茄帽，摇头苦笑道：如果非常容易就能回忆起以前的事情，我想我早就找到办法摆脱宿命了。当然，我必须得感激你的心意，感激你始终记得我的事情。他想了下又道：对了，我最近会离开廷根，为什么？克莱恩愕然反问道：不是说好要一起找出影响我命运、盗走你孩子头骨的幕后黑手吗？阿兹克拿着雪茄，叹息解释道：目标或许察觉到了我的关注和追查，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让我毫无线索，所以我打算先暂时离开廷根，前往贝克兰德，一方面趁机寻找我失去记忆前留下的痕迹，另一方面则让目标放松警惕。也是，阿兹克先生最近一次失忆就是在贝克兰德大学附近。可惜啊，你没有办法代替我排查红烟囱房屋。克莱恩郑重点头道：我会密切注意这件事情的，一旦目标有所行动，有所暴露，立刻就通知您。阿兹克先生，我该怎么及时通知您？在克莱恩的想法里，阿兹克如果是死神的后裔，或者与死神有某些关联，那他的力量类型就应该接近于收尸人序列，肯定有办法弄出类似于戴利信使的事物。换句话说，这能从侧面证明阿兹克是否与死神相关，
是否属于他的后裔。阿兹克吸了口雪茄，思考了十几秒钟，从左侧袖口内解下了一件饰品。这是一个精致的、古旧的铜哨，上面有许多让他充满神秘韵味的奇特花纹。这是我在贝克兰德醒来时随身携带的一件物品，你只要吹动它，就能召唤出一个独属于我的信使。阿兹克捏着那个铜哨，详细解释了一句。那么多年过去了，这铜哨还能用？这属于神奇物品了吧？克莱恩既惊讶于此事，又欣喜于自己间接证明了阿兹克先生与死神存在一定关联。看了克莱恩一眼，阿兹克将铜哨凑到嘴边，做起了示范。他猛地鼓起两侧腮帮，狠狠吹了一下。房间内没有任何声音响起，但克莱恩瞬间就感觉到了阴冷与冰凉。他快速扣动左边牙齿，看见旁边的地板上有一根又一根的朦胧白骨被抛了出来，形成了诡异的喷泉。几秒之后，起居室内多了一只虚幻的怪物。它通体由白骨构成，眼窝内闪烁着漆黑的火焰，身高接近4米，正低头俯视着1.75米不到的克莱恩。看见对方几乎快顶穿天花板，克莱恩茫然闪过了一个念头：阿兹克先生，您的信使会不会太夸张了？阿兹克一点也没有察觉到他的想法，笑笑道：将信件给他之后再吹一下铜哨，这样就能结束召唤，而他很快就可以将信送到我的手中。以隐秘的方式说完之后，阿兹克手腕一抖，将那个古旧的铜哨扔向了对面。克莱恩右手一探，准确抓住，只觉触感冰冷但柔和。感谢小丑魔药，他默默松了口气，擦干净哨口，狠狠吹了一下。无声无息间，那个巨大的信使崩解成了一根根朦胧白骨，钻入了地板。塔索克和贯穿贝克兰德，在这里留下众多的码头。阿尔杰·威尔逊身穿风暴教会的牧师长袍，缓步走下了客轮。他看见码头上人来人往，数不清的搬运工正在挥洒汗水，景象热烈而喧嚣。久违了，贝克兰德·阿尔杰无声自语了一句。